有我是，欢迎回来 Rider ATH， 我是阿豪 ATH。如果你们一直有关注我的频道的话，都知道我拍了很多部电动车。那今天这一部影片也是一辆电动车。讲到电动车，你们会想到什么品牌？还是什么 model？ 无聊的 Tesla， 还是一个满大街都有的 BYD？ 我觉得那两款车在马来西亚已经是一个大多数人讲到电动车都会想到的品牌了。那今天呢，要来带给大家的就是一个比较少人接触。路上也比较少台，也比较稀有，可是我个人觉得又很不错的电动车，就是 Smart 这个品牌的电动车 #1。非常感谢我们 Johor Bahru Skudai Kiwi 这边的 Motor Future Sdn Bhd， 让我们有机会来到这个 Smart 的展厅做拍摄。我身后这一台就是 Smart #1 Brabus 版本，就是最顶配版本，在马来西亚售价25万啊，250千啊。那250千，其实在马来西亚可以买到很多种不同类型的车型，有 SUV 啦，有 Sedan 啦，可以买到电动车啦，可以买到汽油车。Hybrid 车，这样你们会不会花25万的价钱买一台 Smart 这个品牌的电动车呢？可能很多人听到 Smart 这个名字啊，印象中就是那个 QQ 小台2个座位的车。可是现在的全电款、全新的 Smart 哦，是一个大4座啊。OK， 你要讲它是5座也可以，不过我觉得它的后座是比较适合坐2个人，然后空间感也很好。等一下我们会上车看。那这个车呢，如果你印象中它是小一粒啦，这样你看我跟它的比例啊，我站在它旁边就可以看得到，它不是以前的那个 Smart， 它已经长大了。当然，如果你们来到 showroom 呢，不只是可以看到这个最顶配版本，那边还可以看到有这个 premium 版本的，有一个很像 avocado 的颜色，很可爱。那个颜色我觉得在路上应该那个回头率会很高啦，很 Q 啊。那这一台呢是一个银色，很多人听到电动车啊，首先会想到的就是无聊。这辆车就不无聊了，我觉得这辆车就好像嗑了药这样子。你们刚才看到那个 intro 就知道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它除了是一个全电车款的一个趋势以外，它还是一个充满乐趣的一款车。整台车在外观还有 interior 方面都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很 funky 的那种 feeling 啊。我不懂你们是怎样看待这辆车啊？我个人就觉得这辆车其实它就是一个大玩具，所以我觉得 target 的消费群并不是那种想要买一台车来长途通勤啊，因为电动车本来就不太适合长途通勤。那在马来西亚，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充电桩这个东西不是家家户户都有啦，所以如果你是住 landed 的话，你买电动车就完美了，因为你把车开回家充个电，隔天醒来就是一个满血复活的状态。依据惯例，我们先来讲一下整台车的这个外观啊。讲真的，这个车头灯你们喜欢吗？我很喜欢。这个从左边到右边贯穿式的一个头灯哦，然后这个头灯还有那个 light dancing 啊。如果是你启动它那个 show off 的功能啊，就是会有一点音乐，然后有点那个动态，这样看起来很 fancy。然后 Brabus 版本的呢，它在下方 lower grille 的位置哦是红色的灯 ，Premium 版本的是白色的灯啊。然后这个车头灯里面当然是 LED 的头灯组，它的 DRL 跟它的 signal 灯是整合在上方这个位置，也就是讲它的灯啊是可以变色的啊，可能有时候是白色，打 signal 的时候就是黄色这样子。引擎盖我们打开来看，它里面没有引擎啊，是一个非常大面积的遮罩板，然后还有一个小个的储物空间。如果跟 Tesla 做比较的话 ，Tesla 的这个引擎盖应该不叫引擎盖啦，就前面的这个盖打开来呢，里面就有一个比较大的空间。但是一般上我们都不会在这边前面放东西啦，有也是放一些补胎剂啊，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这两个洞啊，好像一个进风口这样子，假的。没有进风，没有通风功能啦。然后这个 Sport Rim 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轮胎尺寸是235/45 R19寸的 Sport Rim。这个 Sport Rim design 呢是 Brabus 专属的。如果是你买 Brabus 以下的版本呢，是没有这样子的 design 啦。然后可以看到有一个很大个的 brake caliper， 可是这个 brake caliper 看起来跟普通版的应该是一样啦，就是颜色方面它跟它漆上了一个红色，这样子比较运动化，比较 sporty。来到车身侧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红色的小耳朵，然后下方有一个镜头是可以实现360全景环绕影像。车顶位置呢，可以看到它是分段式的，就是上下分离的，然后是一个红色的帽子，这个也是 Brabus 专属的小红帽，非常可爱。后面这边有一个 Smart 的 logo， 这个 logo 是会发亮的，它会亮起来的，也是很 cute。这个车门把手看到吗？解锁了过后它是会往外弹出来的，所以开门的时候呢是比较顺手的啦。还有一个重点哦 ，frameless， 开玩笑，不要以为这台车可爱这样，可是这种运
运动气息的东西，它也是有给足的。当然，很多人在想 ，Smart 这个品牌不是 Mercedes 的咩？看到吗？这个位置 ，Styled by Mercedes， 这一个东西啊就出名了，整个就是 atas 起来啊。尾箱盖部分，当然啦，它是有一个电动尾门的功能，卖到200多钱，没有电动尾门啊，就打不累了。可是打开来，我发现这个位置是有一点点小啦，大概是一个300L的空间。然后下方我们打开来也是没有备胎的，可是下方有一个蛮深的空间哦，可以放一些平时比较少用到的东西，可能你的鞋子啊、运动鞋啊、羽球拍 ，OK， 相信都放得进。但是如果你要放那个打 golf 的 bag 啊，应该就比较难一点点啦，这个空间不是很大。但是不要紧，这台车的后座椅背啊是可以直接把它翻倒的，所以比起我的那个车，你懂啦，这个是还是比较加分的啦。关起来的方式也是电动尾门，按一个按钮它就可以把它盖下来。尾灯方面也是一个从左边贯穿到右边的设计，好像现在都蛮流行这样子的设计啊。你们觉得怎样？我觉得很 smart 啦，很好看，然后这样子看起来其实还蛮 sporty 的。然后这辆车，如果你问我它是什么定位的话，我觉得它是一个 mini SUV， 有一点像 Countryman 这样子。可是其实它又不 mini， 它真的很大台嘞。看我不管我站在哪个角度，我都觉得这辆车很大辆。我们来看一下这台车的前座。Oh yes， 一坐进来啊，我们拍摄最重要的就是采光，采光不好，整个 interior 拍出来就不好看了。可是这辆车的采光非常的好，因为它有一个超级无敌大天窗，只要轻轻拨动一个拨杆呢，上面的这个吊布啊就会往后移，而且它是一个巨大到连后座都可以打开到完的一个天窗，而且中间没有一支 beam， 没有一个东西隔开你的天空，真的太美了。OK， 这个是 Brabus 版本嘛，所以它比较 sporty 一点点。这些 A 柱、B 柱、C 柱上面的吊布全部都是以黑色为主题，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中间这个位置也是有点金属质感的 plastic， 然后上面是软材质的一个皮革包覆的 dashboard， 上面还有一些真实的红色的车缝线啊，看起来还算不错的，带主意狗狗喜欢啊这个。然后还可以看到这个冷气出风口的框框呢，也是有氛围灯，整台车都有氛围灯，所以我讲这辆车你坐进来啊，就是很 fancy 就对了，很 happy 啊，你一坐进来你就开心了。然后有一个大荧幕在正中间，这台车总共有3个荧幕啊，一个是中间的多媒体播放荧幕，还有一个是小个的 meter， 也是一个横条形的荧幕。驾驶座前方还有一个 head-up display， 所以它一个前座就有3个荧幕了。荧幕控一定会很喜欢这辆车啦。然后这个荧幕还很大，这个是我手跟它的比例啊，我知道不比 Tesla 的大啦，可是这一个尺寸对我来讲已经是很够用了。然后当然有很多储物空间啦，这里还有一个无线充电的底座，2个 USB Type-C， 还有一个12V 的这个点烟头啊。中间这个位置有2个置杯架，还有一个可以放钱包啊、放卡片的小位置。在 armrest 的后方呢，打开来啊，里面是有气热的，是有冷气的，所以你可以放一些冷饮料啊。长途行驶，你的饮料就可以保持冷冷啊。可是要有盖的啊，如果是那种 Coca-Cola 罐啊，你放下去，你走2下就倒掉了。然后在前方的下方还有一个大空间，可以放女生的包包。我觉得这辆车真的很适合女生。当然，前方2张椅子都是电动调节的 ，very good。而且哦，这个后部还可以调它顶出来，顶一下这样哇，这个我很喜欢。很多人开车其实如果有这个腰部支撑哦，长途行驶是会比较舒服的。但是这辆车你叫我开长途行驶，我是觉得它还是比较适合 city drive 啦。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后座，它的后座我个人很喜欢哦，这个后座真的一流啊 ，very good。为什么呢？我刚才讲这辆车是一个 SUV 啊 ，mini SUV， 你们可能还是想象不到，它看起来就是一个 hatchback 吗？看起来就是一个可爱的小车吗？可是你们懂吗 ？mini SUV 或者 SUV。都有一个后座卖点，就是看到吗？这个椅子是可调的，所以如果刚刚那个后箱你们看了觉得不够放东西的话，那你牺牲一点点的后座的这个空间，你后箱也可以放多一点东西的。再来就是后座椅背可以倾倒，看到吗？我可以任意调整我要的角度啊，然后当然还有冷气出风口啦，还有 USB Type-C 跟 USB Type-A。再来就是这一台车啊，我们可以在它的门板这边看到大厂品牌的音响，而且这台车是自带 subwoofer 的。当然后座的正中间呢，可以翻下一个 armrest 啊，上面是有2个置杯架的啦。然后刚才我也讲到啊，这台车呢，如果是坐4个人啊，是非常宽敞的。如果要坐5个人的话，中间啊是有一点点高起来，
然后有一点顶背啊。不过如果坐中间啊，看这个全景天窗，真的太美了。当然，如果你的预算没有到25万，不要紧，我们有20万以下的选择啊。这台是一个 Premium 版本，还有一个 Pro 版本是189千，18万9啦。但是展示厅这边还没有车，以后有车了过后，我们再来跟大家做介绍，顺便试驾给大家看。189千的驾在路上是什么样的 feeling？ 我身后这一台呢是一个牛油果颜色，非常的可爱。然后它跟 Brabus 版本就是差别在一些 Brabus 的 logo 没有了啦。然后这边下面呢，刚刚那个 Brabus 是有一个红色的灯，这个是白色的灯。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车身侧面哦，也是有一定的差别。Side mirror 是黑色的，没有红色小耳朵了，也没有小红帽。上面这边呢是一个黑色的帽子，当然这个 logo 也是会发亮的啦。这一台呢就可以看到很多这种白色的元素，当然也包括它的 dashboard， 还有它的 center console 都是白色的。所以你们喜欢哪一个呢？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区告诉我啦。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到 Hyundai Kiri 这边哦，这个 Smart 的展厅这边来，这里也是有 service center， 就在后面罢了。所以如果你们买 Smart 的车，也可以在这里做 service。那其实对我来讲，电动车没有什么好 service 啊，不用换黑油，不用换牙油了，也不用换 spark plug 的，这一点真的是 very 的 good job 啊。电动车以后会不会变成主流？会不会像中国这样子啊？我在路上看到几乎70%以上都是电动车啊，在马来西亚有没有机会变成这样子呢？欢迎大家在留言区那边一起讨论一下啦。那如果你们想要看到我试驾这个 Smart #1 Brabus 版本的话，也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区打上来告诉我。OK， 今天这一集影片大概就先讲到这边。喜欢我的影片，不要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小铃铛要跟它跺下去。我是阿豪 ATH， 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了，拜拜。